两男两女偷偷打麻将，为什么要偷偷的呢？因为这是在其中一个男人的家里，这个男人郭自由的妻子钟佳慧最讨厌打牌了，而这几位麻将迷3天不打牌的话，就像是要了他们的命一样，别的地方无处可去，只能是趁着郭自由的妻子钟佳慧上班的时候，男牌友刘一少用皮包装着麻将牌，约着2位女牌友按时来到郭自由的家里，马上这么1天的长程，每次都是这样，今天也不例外。到了傍晚时分，郭自由的妻子钟佳慧下班快要到家了，这几位麻将迷才收起桌子准备离开。可这时候意外发生了，女牌友童玉珍突然捂住肚子，痛苦不堪，冲进了厕所。原来这位童玉珍有个毛病，只要是打牌一输了，心情就很不好，肚子就控制不住了，非得马上去厕所不可。前几次没事他都是赢，唯独今天一把没胡，输了个精光。男牌友刘一少和另一位女牌友不能等他呀，就先走了。这可把这家的主人郭自由给急坏了。怎么，妻子钟佳慧马上就该到家了，家里蹲着这么一位陌生女人，没办法解释啊。急中生智，郭自由打通了妻子的手机。佳慧，你顺路买1斤肉馅回来吧，我想吃饺子了。钟佳慧在电话里答应了。郭自由稍微喘了一口气，轻轻一敲卫生间的门。玉珍，我老婆大概推迟10分钟到家，你能不能解决完啊？童玉珍回答说差不多。可话音未落，郭自由的妻子钟佳慧开门进屋了。他因为口渴，想着回家先喝口水，然后再下楼到小区外面的超市去买肉馅。一进屋，看到丈夫郭自由的表情极不自然，钟佳慧刚想要问一句，厕所传来了陌生女人的声音：自由，这里边没纸了，你给我送点纸吧。钟佳慧怒气冲冲打开厕所门一看，里面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人，甭问，这一定是丈夫郭自由的小三儿。好啊，明目张胆的都带到家里来了。别看钟佳慧是个弱不禁风的女人，脾气可是真大。她一怒之下冲到窗口，纵身一跃就跳下了8楼。这要是落到水泥地面上，准得变成肉饼啊！万幸楼下有一家人正在办喜事，搭了一个彩色大棚，钟佳慧刚好落在这彩棚顶上，缓冲了一下子，被送往医院，只是受了轻伤。清醒之后，钟佳慧坐在病床上，用手指着丈夫郭自由的鼻子：离婚，我要跟你这个混蛋离婚。郭自由已经做好了准备，他让女牌友童玉珍带上老公来解释。不过童玉珍的丈夫也是非常反对打牌，所以童玉珍让自己的老同学魏大开帮忙，假装是自己的丈夫。佳慧嫂子，我老公和你老公是朋友，我们夫妻俩昨天是路过你们家附近，我老公带着我到你家串了个门，要走的时候我上了个厕所，我老公就先下楼去开车去了，刚好您回家碰上了我，您误会了。一番话，这位钟佳慧相信了。看来我大概真是误会老公郭自由了。这事儿闹的险一险要了我自己的命。出院之后，闺蜜米莎莎到家里来探望钟佳慧。听完这段经过之后，尤其是在听到童玉珍这个名字的时候，闺蜜米莎莎眉毛一挑，心头一动。佳慧，你真是太憨厚，太好骗了。那个童玉珍绝对不简单，我给你出个主意吧。如此这般，闺蜜米莎莎就给钟佳慧出了个馊主意。
钟佳慧还就依计行事，让丈夫郭自由把童玉珍和她的老公请来家里做客。郭自由为了谎言不被揭穿，只好答应，说了不少的好话，请女牌友童玉珍带上她的假老公甄同学魏大开来家里吃喝了一顿。临走的时候，钟佳慧就说了：认识你们两口子我是真开心，什么时候请我们到你们家去认认门啊？童玉珍和魏大开相互看了一眼，然后同时又瞅了瞅郭自由，只好尴尬地点了点头。要想继续瞒哄钟佳慧，这戏还得往下演，可是得有场地呀，就是得有一个童玉珍和魏大开所谓的家。男牌友刘一少是个单身汉，让他先躲出去一天。就这样，在男牌友刘一少的家里，女牌友童玉珍带着自己的男同学魏大开，假扮夫妻，请郭自由和钟佳慧来做客。聊了大半天，吃过晚饭，郭自由就打算说告辞，没想到妻子钟佳慧抢先开口了：哎呀，我真是没聊够，要不今天就不回去了，我们在你们家住一晚上吧，明天接着玩。在场的这几位谁都没想到钟佳慧会来这么一出，其实这都是她闺蜜米莎莎给出的主意。郭自由和女牌友童玉珍以及童玉珍的同学魏大开各自心里想着应对的办法，时间很快就来到了夜里10点钟。魏大开的手机突然响了，是他的老婆打来电话，催着魏大开回家。魏大开不敢怠慢：好的老婆，我一会儿就到家。说完也不管惊讶无比的郭自由、钟佳慧和童玉珍了，说声抱歉，他是溜之大吉。郭自由一看真瞒不住了，准备实话实说。这时候手机铃声又响了，是童玉珍的丈夫打来电话，催着童玉珍回家。童玉珍倒是比魏大开够意思，她让丈夫过来一趟，要坦白一切，同时也是给钟佳慧一个真正实在的解释，帮助牌友郭自由挽救婚姻。时间不大，童玉珍的丈夫林典按照地址就找过来了。听完妻子童玉珍讲述了偷偷打牌造成了一连串的误会和谎言的情况之后，他勃然大怒：既然你喜欢偷偷打牌，那咱们明天就离婚。嘿，他倒是挺干脆。这回钟佳慧总算明白了事实真相。她以前虽然对丈夫郭自由说过，说要是敢打一次麻将，我就跟你离婚。可现在她并不打算因为这么一件事就真的离婚。于是郭自由和钟佳慧、童玉珍和丈夫林典4个人各怀心事，走出男牌友刘一少的家，下楼准备离开。钟佳慧无意中就看到童玉珍的丈夫林典的车里坐着一个熟悉的身影，走近了一看，竟然是自己的闺蜜米莎莎。一打招呼，米莎莎很不愿意说话的样子，躲躲闪闪，恨不能赶快离开。童玉珍本来已经上了自己的车，准备开车走了，听到这边的说话声，她也凑了过来。吃惊的童玉珍用手指着坐在丈夫车里的钟佳慧的闺蜜米莎莎，眼睛盯着丈夫林典：这个女人是谁？为什么会坐在你的车里？怎么回事呢？原来这钟佳慧的闺蜜米莎莎早就是童玉珍的丈夫林典的情人。那天听到钟佳慧说了她家发生的事情之后，尤其是听到童玉珍的名字，她不是眉毛一挑，心头一动吗？当时她就给钟佳慧出了这么一个馊主意。其实米莎莎真实的目的呀，就是想给情人林典找一个离婚的理由。到后来，
虽然童玉珍与林典真离了婚，米莎莎也没有能够跟林典走到一起。钟佳慧呢，终于认清了好闺蜜米莎莎的真实面目，再也不理她了。郭自由彻底戒掉了牌瘾，老老实实、本本分分，与妻子钟佳慧继续和睦的生活。